傍晚華燈初上，林曉毅同太太林玉玲迎嚟咗今晚嘅第一波客人。有啲年份嘅雪櫃靜立喺門口，砧板前嘅老闆粒聲唔出，眼觀六路，但唔阻礙佢操刀切魚，就好似身懷絕技嘅大俠，睥睨眾生。老闆娘一如既往咁熱情，迎來送往，亦無阻佢用獨門心法揮筆記賬。三兩那這2萬8，三兩粗條大條啊，3根橋一條滷水3隻嘛，6根哇，又頭裝好食嚇。揸車而嚟嘅老食客點菜又快又準。全部都係衝住呢一塊幾十年嘅招牌稻龍火鍋而嚟嘅。會燒那個龍，加啲咩？習慣呢啲啦。學緊嘅時候也會講得好。汕頭牛田洋係榕江、韓江嘅出海口，海產品豐富，海邊捉魚捉蝦係林曉毅自細嘅記憶。要等下開始做啊？2多時？2多時啊！哇哈！看冇就到嚟。就等咗冇就背先啊！冷掉。是啊。純野生嘅稻龍魚並唔容易得到，店裏面每日消耗量大，林曉毅要跑多幾個地方先至可以備足貨。買定夠大。佢係夠淨係驚我白能強，嚟到拎嚟係落長寶條講買了路只白能下嘅，有部做到50年。牛田洋鹹淡交界嘅獨特水域，灘塗密布，為稻龍提供咗優質嘅棲息環境。當然世界都可以栽得好㗎嘛，真係，你簡單蹦地啊，咁啊，上網見挖地啊，就好聲。稻龍嘅叫做辣，叫做金依個隻口如棒，捕回咗個時間，咁咪就去深海。了然後伊就等隨着流水到長海生長。稻龍魚學名中華須鰻，又被稱為豆龍、土龍，習性似蛇，本性係魚。喺陸地都可以生存，係魚類同蝦蟹嘅天敵，因為營養價值高，又被稱為海底高麗參。外表睇似好得意嘅魚，竟以龍為名，冇啲獨特之處，一定好難征服嘴刁嘅汕頭人嘅。將稻龍魚成條煲湯或者炆燉，係最傳統而且慳功夫嘅食法。洗乾淨嘅魚，稍稍開刀切斷骨刺，再分段，加入稻種等藥材，煲3個鐘頭。出煲嘅時候，稻龍軟爛，魚香4日。喺潮汕人眼裏邊，呢個湯可謂大補。潮汕人對食嘅追求，從來都冇天花板。面對骨刺多嘅稻龍魚，30年前，林曉毅同師兄鄭明輝一次偶然嘅嘗試，獨創出火鍋做法。剛時上台冇做東餐，喺做小炒，沙頭種對嘅。平時係小蛋白做落去喺度焗嘢就買啊你就黐咗啦嗬。好嘅稻龍魚，剔除主骨之後嘅肉色金黃，肉厚但通透，魚肉布滿睇唔見嘅肌間刺，想要去除，仲要林曉毅多年嚟反覆鑽研練就嘅化骨功上陣。切魚嗰陣，每一刀都乾淨利落，頻密細切，先至可以既切斷所有肌間刺，又唔傷及魚皮。縱橫交錯，上百刀落去，魚刺分解細碎，竟然令人認唔出魚原來係咩樣。我要這個就
未當食飯，咱就愛種頭的開始的時候，山頭無狗的，第頭家人叫啥狗屎白來食落來，突然然後去學咗來是到這種幾十年，啊學無人家學的。煮嘅時候，魚骨湯打底，放杜龍片灼湯10秒，魚皮預熱收縮，魚肉變白舒展，好似花咁綻放開嚟。一放入口，魚肉吸飽咗湯汁，鬆軟鮮甜，魚皮彈牙爽脆，細碎嘅魚骨似乎已經隱身。點啲特製嘅酸梅醬，中和咗皮下脂肪嘅肥膩，呢種絕佳搭配，食客食咗都話正。除咗獨創嘅杜龍火鍋，林曉毅拿手嘅蛋黃酥，雖然係花功夫，亦堅持新鮮自製。豬油片成薄片，撒白糖，冷藏到稍稍凝固。晶瑩嘅豬油片包裹住鹹蛋黃，黐埋蛋液喺麵粉同麵包糠裏邊翻滾一番，最後入油鑊炸透，鹹香酥脆。喺專賣杜龍魚嘅火鍋店，蛋黃酥變成咗食客必點嘅火鍋特別伴侶。咁多年，靠住用心意志，林曉毅一家嘅杜龍火鍋喺汕頭火鍋界打出咗名聲。師兄退休之後，林曉毅將生意接咗落嚟。今日係林曉毅新店開業嘅日子，招呼親朋好友四方來客，本地宴席特有嘅各式菜品一應俱全。豐盛之餘，自然唔少得林曉毅親自操刀嘅杜龍魚坐鎮。30年前，林曉毅從牛田洋走出去，成為咗一名廚師。打拼多年，兩夫婦選擇返到鄉下開店。呢間匿埋喺鄉村嘅小店，就好似林曉毅自己，只顧踏實用心，自有知音尋味而嚟。沙浦鎮號稱鷺鳥天堂，因毗鄰西江，自古水產養殖業發達。陸維清係沙一村書記，喺呢度養水魚已經有15年。呢啲就係我哋水魚場嘅水魚蛋。如果大嘅蛋呢，同埋受到精嘅蛋呢，全部可以攞去做孵水魚苗嘅。咁剩翻嗰啲細隻㗎，唔受精嗰啲呢，其實仲可以攞嚟做菜嘅，可以攞嚟食嘅，好正㗎。蒜蓉爆香，放水魚卵，適當調味，倒啤酒入去增香去腥，燜煮8分鐘左右，大火收汁，起鑊。蒜蓉水魚卵，酒味同蛋香共冶一爐。仲有一種更加大膽嘅食法，彰顯嶺南氣概。8角桂皮用油爆香，再放白酒入去組成料頭。水魚卵小火燜煮3分鐘左右起鑊。呢個時候蛋白處於生熟之間，仲未凝固。攞一粒剝開個口，大力咁吸，啫喱咁嘅蛋液，一口入喉，齒頰生香，令人神往。物盡其用，唔合格嘅卵上咗餐台，貢獻咗水魚生命最初形態嘅價值；而合格嘅卵孕育出水魚苗，半個月後開始喺大祠堂裏邊迎接新生活。依家呢，我哋就撈嗰啲苗出嚟。1筐10斤，660個。
我哋呢個養殖場每年孵化嗰個苗嘅數量咧，大概係500萬隻，自己留翻100萬苗養，另外嗰400萬苗咧就分俾其他養殖戶養。陸維清養嘅水魚亦叫中華鱉，自古就係嶺南食單上嘅常客，中意日曬，驚水溫突變。腸胃病係水魚嘅常見病，陸維清呵護水魚身體健康嘅方法係中藥調理，護肝啦、補肝啦、促進嘅消化啦，仲有一個就係消炎啊、醫病嘅作用都有嘅，有20幾種藥材一齊嘅。呢啲係啱煲好嘅中藥，撈飼料餵俾水魚仔食嘅。就係將嗰啲打出嚟嘅料，然後放落啲釘子板嗰度，然後啲水魚咧，佢就自動會過嚟食㗎啦。每日投餵2次。老廣創業十有八九都會諗到美食。陸維清曾經喺外企做嘢，因為出差識咗一位朋友，喺佢傳授底下嘗試養殖水魚。對於老廣嚟講，信天信地不如信人。從此，陸維清就成為咗每日例行巡塘嘅養殖戶。呢隻魚咧，好大個可能咧，就係俾其他魚咬傷咗，恢復唔到個傷口咧，咁就導致死亡嘅。例行體檢係必須嘅。嗱，佢如果開口咬人嘅，哇，咁就證明佢活力好，呢隻苗就健康啦。咁仲有一個呢，就要睇佢個苗嗰個厚度，即係如果佢個背比較厚嘅呢，證明佢食料食得好。安全措施亦係必須嘅。呢啲就係瓷片，主要就係防止嗰啲甲魚逃跑嘅。下邊嗰啲呢，就係電線嚟嘅，晚上嘅時候呢，啲老鼠呢爬入去魚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仔嘅，只要佢經過嗰啲電線呢，就會電到嗰隻老鼠噶啦。咁主要就係減少嗰個天敵。不瘋魔不成活。10幾年，陸維清巡診問藥，救治水魚，成為咗本土本鄉著名嘅赤腳醫生。成個沙浦鎮而家有106戶養殖水魚1000幾畝。梁家禮係典一村嘅村委書記，見到養水魚收入漸豐，於是今年2月亦都加入咗養殖水魚嘅大軍。嗱，你依家呢嚿料呢，離水面太上啦，你嗰啲苗過嚟食料就要爬上嚟，雀仔啦、老鼠啦，都會對你啲苗造成傷害嘅。蕭蕭遠樹樓林外，一半秋山帶夕陽。秋收冬藏，春節臨近。陸維清嘅養殖場被往來貨車嘅咣咣聲同工人嘅嘈雜聲打破寂靜。集中賣水魚嘅時間到啦。我哋啲水魚呢，一般都係養16個月，可以養到1斤半左右。主要就係銷往湖南同埋湖北，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賣嘅。捉水魚係個技術工作，一個捉字生動形象。好容易啫，嗱，就咁啊，身裏嗱會啲泥咁啊嗱，咁咪又有咯，用手嚟摸啊嘛。你不好摸啦，一個手一大啲係有5斤重啊。我哋今日2個塘加埋超10萬斤魚，基本上每年產量都可以達到100萬斤以上。依家喺度分緊規格啦，7到8兩嗰啲啦，招去四川同埋重慶做嘅麻辣小魚啦。1年幾嘅辛苦換嚟豐碩嘅成果，
陸維清嘅水魚坐咗汽車前往全國各地，接受唔同地域嘅料理手法。但作為老廣，處理水魚自有心得。紅棗、枸杞、圓肉，再加啲五指毛桃，煲滾咗之後，倒水魚同雞肉入去，水滾就可以大快朵頤。呢個時候嘅水魚肉最鮮嫩，點啲醬料，呢個就係老廣追求嘅鮮甜。清淡係外界對老廣嘅誤解，清與重，濃與淡。老廣嘅料理之道向來南北交融，從來都唔會固步自封。紅燒水魚就係一味追求濃烈口感嘅美饌。水魚用各種調料醃製2-3分鐘，鑊內料頭爆香，入鑊大火翻炒，用熱油鎖住肉汁，再放廣式燒肉，令到佢味道順口，料酒去腥提鮮，加少量清水燜煮5分鐘，猛火收汁，肉質嫩滑軟爛，水魚裙邊透明軟糯，富有彈性，湯汁濃稠，但亦冇掩蓋食物本味。呢個就係嶺南嘅紅燒。各位起筷啦喂！今年嚟啊，辛苦晒大家啦！大家乾杯啦，好唔好？好！早喺15000年嘅人類遺傳中，就發現過食用水魚嘅證據。西江邊嘅肇慶古城，煙雨樓台漸漸陳舊，綠柳秋新，人事變遷，但係一煲煮就嘅鄉野味道從未斷絕。7月中旬，暑假正式開始。黃瑤古鎮迎嚟暑期嘅第一批客人，靜謐嘅古鎮被熙熙攘攘嘅遊客用腳步同相機快門嚓嚓聲嘈醒。你好，幾位，裡面有吃飯的呀？這邊有我們當地的特色菜，可以進去看看的呀。我們這邊豆豉做的菜都比較多人吃。豆豉排骨唄，豆豉小河魚。黃瑤鎮發祥於宋，興建於明，鼎盛於清。因黃姓及姚姓兩大族群世居喺呢度，所以改名黃瑤。黃瑤人祖先嚟自廣東五邑地區，到今日已經延續40幾代，800幾年。小鎮背山依水，風光秀美，被外人稱為夢境家園。呢度都係勇哥夢開始嘅地方。18年年尾咧，朋友帶過嚟咧，喺黃瑤咧就住咗2晚，覺得呢度個空氣啊、水啊都好靚，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棧，家下咧就做埋餐飲啦。勇哥，劉年，勇哥，你好你好 ，Kaka， 勇哥，小朋友喺度好過癮嘅。呢度啲大人細路啲叫我做勇哥嘅。李少勇係順德人，開過工廠，都開過飯店，因為中意咗黃瑤，乾脆定居喺呢度。客棧入邊咧，我哋就前廳就做咗餐飲嘅，咁咧就專門做廣府菜。入到呢度咧，就係我哋客房嘅一部分啦。而嚟到呢度就可以當自己屋企咁樣一樣啦。黃瑤咧，其實都好多美食嘅，豆豉啦、瓜花啦，仲有豆腐。老闆，老細你好。咦，今日有鯪魚啊？幫我要2條先。好嘅。豆豉係黃瑤最負盛名嘅食材之一，起源於明朝初期，號稱超平三寶，一度成為朝廷貢品。
黃窯古鎮關於時間嘅風味魔法，先至係勇哥留住客人嘅秘方。你好，我過來拿點豆豉做菜。哦，好的，裡面請。這是我們蒸豆的地方，這剛剛隔水乾蒸出來的，現在也可以吃了咯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黃窯豆豉製作秉承古法，本土黑豆隔水蒸5個幾鐘頭，播散攤涼，經歷第一次嘅5日發酵，然後搓梅洗梅，去除豆表面嘅霉菌，為2次發酵創造濕度。第2次發酵關鍵就係壓白。桐油葉鋪下去壓白的時候，桐油葉的那個香味就出來了嘛。桐油葉有時候沒有的話，就用荷葉嘛。現在看到的就是咱們壓白的地方，豆豉呢，這是第2次發酵了，這裡大概要發7天左右。經2次發酵壓白完嘅豆，距離靈魂修煉只有1步之遙。晾曬，看一下啊，很香，很糯，怎麼沒有鹹味呢？咱們黃油豆豉因為它是零添加的，所以出來的是淡豆豉。曬好嘅豆豉篩除雜質，要陳倉數月甚至數年，先至可以叫黃窯豆豉。被時光儲存嘅豆豉，火粒均勻，烏黑發亮，外表乾硬，內裏軟糯。今日做個豆豉鯪魚。魚切塊，灑鹽醃製3分鐘，細火慢炸，炸到金黃酥脆備用。蒜米同豆豉爆香調味，鋪喺鯪魚之上，着細火蒸上30分鐘。蒸先至係豆豉鯪魚呢一味老廣傳統菜嘅核心技法。高溫水氣可以將陳年豆豉嘅香味、新鮮鯪魚嘅清甜充分滲透，新鮮嘅魚、陳放嘅豆豉相輔相成。懂得時光嘅珍貴，家常菜先會有歲月嘅悠長。豆豉有點化之功，絕對唔單止僅限於分菜。豆腐係展示豆豉風味轉化功力嘅最佳食材。將山泉水豆腐整成豆腐釀，早就係當地名產。但李少勇決定做個創新試驗。平時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，去到人哋鄉下咁，見到人哋整呢個豆豉蒸豆腐，咁啊翻嚟試下啦。乾辣椒做底，鋪厚厚一層豆豉上去，豆腐切4方粒冚面，加水浸過一半豆腐，然後放入鑊裏面蒸。呢道菜咧蒸得越來越好嘅，將豆豉嘅豆豉味咧就入到豆腐爐，就好靚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已經蒸咗5個鐘噶啦，好香啊！蒸好嘅豆腐俾豆豉染成棕黑色，淋上麻油，適當調味，拌勻就可以食。視覺有啲似黑暗料理，但味道就出乎意料。豆腐彈牙，辣椒同豆豉刺激味蕾，齋豆腐被蒸出咗香辣味。火焰鵝係順德菜，黃窯豆豉加入之後轉型升級，更受歡迎。大鵝斬塊飛水，爆香壓碎豆豉，再加鵝肉及醬料翻炒均勻，嚟多樽米酒，酒精受熱蒸騰出嚟，火焰噴濺動人心魄。鵝肉因酒精而變得爛滑鮮嫩，豆豉令鵝肉入味醇厚。黃窯豆豉聯手順德火焰鵝，成就兩廣一家嘅新傳奇。黃窯嘅美食留低咗勇哥喺古鎮，佢係黃窯人。Hello。
到了。古鎮呢，有3個地方值得咱們去走走的。一個呢就是大貴巷，這裡進來。生意只係個謀生工具。勇哥留喺黃瑤係因為生活，佢睇到咗生活本來嘅樣子。嚟到古鎮之後，即係揾到一個好似落腳點咁樣，喺度慢生活，好寫意，將個心境放得好平靜咁去對待每一樣嘢咯。古鎮始終令人趨之若鶩，大家想象佢係一個生活嘅好地方，有緩慢嘅煙火氣值得等待。正如嗰粒豆豉，冇人可以規定佢嘅味道，大家都相信日子到咗，味道就夠啦。孔山村四面靠山，山溪清澈，終年不絕。岸邊嘅草叢裏邊生活住一種只係得米粒咁大嘅小河蝦。中秋捕蝦係傳承100年嘅鄉土風情。晚飯過後，天幕黑透，鍾偉音佢哋帶埋簡單嘅工具，開始一場捕蝦大戰。少了好多，以前隨便產的好多，隨便產的2、3斤，現在好少，唔好弄。伯父鍾志強成為鍾偉音嘅親密戰友。冇草嗰種植物都參與唔，一般都有草嘅地方，啊，嗰個水流冇個擠嘅地方，啊，嗰度草嗰度撈。我哋餓了4個鐘頭，餓了個蝦。以前的2個鐘頭的就餓得到個蝦，個蝦4斤多。將新鮮嘅蝦變成蝦乾，需要炒製。一把文火，耐心烘焙。鍾偉音雖然有10幾年廚師經歷，依然唔敢馬虎。到師傅呢，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咗，炒到這個就慢慢的變鬆嘅時間，嫩嘅個蝦公，直到曉得水，這就得了。炒好嘅蝦乾軟糯適口，越嚼越香。村裏面嘅人將呢一種形體嬌小、肉質飽滿、口感軟糯嘅本土食物叫做糯米蝦。蝦醬係糯米蝦嘅另一種歸宿，呢個係客家人流傳幾百年嘅食物儲存保鮮之法。炒鹽係關鍵。做那個蝦炸嘅時間啊，那個鹽一定要炒熟，因為用熟鹽嘅那個蝦炸就個冇有點快，炒到就變到實，就變得有點透黃黃嘅噻。我累到看唔到個蝦公嘅形狀噻，咁就算可以噻。中磨成泥嘅鮮蝦入屏封裝之前，仲有最後一個關鍵嘅步驟。這個呢，因為啲本地嘅高土嘅米酒，1斤蝦公就要下2兩酒，塞進那個鋁箔嘅鹽，再倒入那個蝦炸裡面。蝦炸呢就放入灶頭上，跟住發酵。客家人嘅廚房，度度都係時間沉澱嘅智慧。蝦泥因為灶台提供嘅溫度，常年保持溫暖，蛋白質喺微生物嘅作用下持續分解，更易於人體吸收。酒精起到咗保護層嘅作用，隔絕殺死細菌，等蝦肉靜靜發酵，濃縮時間嘅精華。葱嘅片呢，就發酵了2年嘅。葱嘅片呢就發酵了3年嘅，這個食材就更加安豐噻，品過了就更加香。
發酵咗3年以上嘅蝦醬，就算喺當地都係非常少見。開蓋嘅呢一剎那，淡淡嘅酒香之後，係蝦肉發酵後嘅濃烈腥味。釀係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飲食習俗嘅重要手法。鐘偉欽要做嘅係蝦醬炆釀豆腐，肉碎小心咁塞入去豆腐，黐少少生粉，入油鑊炸到表面金黃。蝦醬用油爆香，炸好嘅釀豆腐同蝦醬炒勻，加水炆煮幾分鐘入味就可以。釀豆腐外表包滿咗蝦醬，湯汁醬香濃烈，豆腐外韌內嫩，蝦醬升華咗味道，老菜式有咗新境界。蝦醬之妙在於點化，甚至可以等素菜產生河鮮嘅味覺。秋茄多窿嘅肉質結構能夠充分吸收其他食材嘅味道，正係蝦醬大顯身手嘅好機會。秋茄切塊入鑊炸熟，蝦醬爆香炒勻起鑊，奇特嘅風味轉化就喺油溫嘅加持下神奇發生。蝦醬令茄子完全失去咗本味，蝦肉嘅香氣反而首當其衝，素食華麗轉身化為河鮮。而鐘偉欽最中意嘅食法反而好簡單，蝦醬撈飯，2羹蝦醬同新鮮辣椒爆香，冚喺白飯上，更加能夠凸顯本真味道。始興郡係粵北第一古郡，被稱為古之福地。三國吳永安6年春設定始興縣，此地興旺，周而復始，故名始興。農曆9月，啱啱入秋嘅粵北，俾烏桕樹葉裝點出濃厚嘅秋意。呢個都係君達菜長勢最旺嘅時節。君達菜因為佢菜葉較為闊大，嫩葉甚甜，被客家人用作皮囊，包入餡料成為美食。鐘偉欽早年喺珠三角嘅餐飲行業打拼，2020年辭工翻屋企做咗村委書記。呢個就兩個狀態菜，這個葉老乾嘅係有苦味、老味、泥味嘅。有些人就因為是做唔得出來上台，就只能拿來種煮，所以這個普通話也能夠煮拿菜。當然我哋就好放心食，做完狀態包。重陽敬老嘅習慣濃縮喺君達菜包之中，瘦肉、蘿蔔、芋頭、冬菇同蝦米分別炒熟炒香，攪拌均勻。君達菜葉飛水去除澀味，過冷河待用。過下冷水就比較脆嫩啦，就唔得那個黃。混合好嘅餡料包入菜葉裏邊，就成為始興客家傳統名菜君達包。其他調料就唔使放水，等下燜好之後就直接調黃，調了就食。好，咁就可以燜30分鐘就可以食晒。燜好嘅君達包散發淡淡嘅甜香味，打開菜葉嘅一剎那，馥郁嘅濃香噴湧而出。菜葉淡淡嘅甜，混合餡料略微嘅鹹，客家人就咁樣慢慢長大，代代繁衍。
青山依舊在，只是夕陽紅。600年嘅古村，就算斷壁殘垣，亦能令人諗起昔日嘅繁華。10月長假，始建於清朝同治年間嘅文昌大街，迎嚟咗世界各地嘅遊客。海南嘅秋天，陽光依然猛烈。文昌種植咗海南省近一半嘅椰林，椰子係打開海南美食嘅第一把鎖匙。紅豆、綠豆、花生、玉米，一共有10多20種，再加上我們的新鮮椰奶，來品嘗一下。海南清補涼算係當地最具特色嘅小食，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，但唔係認知海南味道嘅全部。文昌古稱子貝，自西漢建制，歷經2100幾年。一部島嶼歷史就係一部食物歷史。只有通過一道料理，先至能夠體驗海南嘅風土人情。這就是糟粕醋。在很早的時候，我們這裡女兒出嫁的時候才有糟粕醋吃，所以我們也叫它女人醋。釀酒剩落嚟嘅酒糟，令佢發酵所產生嘅酸醋，海南人就叫做糟粕醋。黃彩虹從奶奶手上接過衣缽，新人老店，味道不改。到現在已經有72年了，我們的家裡面都是女人當家，男人幾乎都不管事。這些都是我們當地的一些海產品，還有一些牛雜，不同的蔬菜自由搭配。其實吃糟粕醋挺簡單的，這些都已經是煮熟的食材，最後再加點海菜就差不多了。煮好嘅糟粕醋，酸味較濃，香味稍淡，各種食材混雜喺醋裏邊，分量十足。當地人要靠出海打魚謀生，出門做嘢講究一個快字。呢種食法方便快捷，實惠又平，營養豐富，保證食得飽，食得好。我們從海口來的，特意驅車100公里來吃這個糟粕醋，非常好吃。一碗糟粕醋睇起身簡單，但要想將啱啱發酵好嘅糟粕醋變成美食，需要耐心。每日上午9點，黃彩虹就返到店裏邊。我們老店6點鐘就開門了，一般我是在家裡面忙完小孩就過來。我要得燒糕了唄。糕了。這是我們在工廠那邊加工好的醋，這個不可以直接吃的哦，因為它的濃度太高，酸度太高，然後我們要經過絲血才可以給客人吃。釀酒廠生產嘅原醋濃度高，酸性大，人唔可以直接食用，需要加水進行稀釋，並且蒸發咗殘留嘅酒精。每天上午都要煮好4、5鍋，大概400斤左右。節日的忙的時候嘛，我們煮的比較多一點，大概有1000斤左右。像這樣乳白色，像牛奶一樣顏色的，已經是煮好的了。我們這個醋早中晚都可以喝的哦。黃彩虹將水同原醋按照一定嘅比例加入家傳嘅秘製調料，一齊煮滾，就成為咗老街上聞名遐邇嘅糟粕醋。海南屬熱帶季風島嶼型氣候，終年濕熱，酸可以提振食慾，促進胃口，更能夠替代鹽，保持體內電解質平衡，
係重體力勞動者恢復體力嘅飲食密碼。時代進步，以前為溫飽奔波，而家因小康富足。酸成為咗海南嘅手信。這個是給顧客帶走的，顧客吃完之後呢，他還想拿，所以就想打包回家，所以我們就給他裝個小瓶，也方便顧客寄快遞吧。我們家的造物醋吃過了以後呢，就會念念不忘。細細樽裝嘅糟粕醋離開海島，發往全國各地，裝嘅係對海島風情嘅向往。喺糟粕醋嘅多種食材裏邊，有一種被稱為海菜嘅藻類，黃彩虹總係願意自己動手去採集。我們能自己撈就過來自己做嗎？過來海菜的話，也順便看一下大海嘛。一整天在店裡面也是悶的，出來看看一下，吹吹海風。黃彩虹所講嘅海菜係叫做龍鬚菜嘅海藻，富含膠質，又有長壽菜嘅稱呼。慢慢摸摸流浪。沒結婚之前，我是個瓊劇演員。結婚之後呢，我就好多年也沒有唱了，所以唱得也不是很好，大家見笑了。眼叫命買命旺，小東的無年的背關啊！哦，一會兒的功夫就撈到這些了，挺好了。一碗糟粕醋裏面鋪喺最上邊嘅係新鮮海菜。食糟粕醋要先飲湯，湯味酸辣可口，非常開胃。唔習慣嘅第一啖往往會逐到出眼淚。一啖湯，一啖海菜，慢慢就會漸入佳境。呢個係大海嘅味道。糟粕醋打火鍋係海南比較悠閒嘅食法，三五好友相聚，糟粕醋做湯底，按照規矩先飲湯，酸辣嘅醋湯落肚，胃口大開，各種食材隨心所欲落煲滾熟，醋酸喺殺菌嘅同時改變咗食材特性，味道更鮮，而各種食材嘅本味又稀釋醋嘅酸辣，令湯變得甜美。味道難以言表。晚黑9點，忙咗成日，黃彩虹終於可以坐落嚟食一碗自己店嘅糟粕醋解乏。佢知道聽日新嘅遊客又會推門而至，前輩傳承嘅味道亦會迎嚟新嘅一日。